部门联合出手，富途老虎一夜蒸发千亿市值，跨境炒股的黑色时代真的彻底结束了？为什么监管从过去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突然变成了全链条无死角的封堵？消息落地的当晚，富途控股和老虎证券这两家美股上市的跨境券商巨头盘前股价瞬间崩了，一个跌没了1/3，另一个直接腰斩。这一场行业大洗牌，很多两手空空开不起境外银行账户，只靠跨境软件炒美股港股的内地散户，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无牌券商时代最后的看客。在过去的很多年里，监管层对于富途、老虎、长桥这些跨境券商在内地的野蛮生长，其实多多少少维持着一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微妙平衡。但这一次，八大部门不仅只是立案调查，更是给出了一个惊人的处罚，没收这几家平台在境内的全部违法所得，这无异于直接抽干他在内地经营多年的资本血槽。为什么监管态度会发生如此颠覆性的彻底转变？因为这几家所谓的互联网创新券商，在巨大的暴利面前，最终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一条把国家金融安全按在地上摩擦的灰色不归路。一个内地居民想要合法的去炒美股或港股，必须通过正规的换汇额度打入个人境外银行账户，然后再转入券商。但这些平台为了大肆圈钱，把这个门槛变成了一种表演。很多内地散户根本不需要什么境外卡，只需要用人民币转到这些券商在内地找的第三方资金池里，你的手机软件里就会立刻凭空出现等额的美金。这哪是什么投资便利，这分明就是明目张胆的协助资金绕过外汇管制、非法外流的地下钱庄行为。更恶劣的是，这些平台不受国内监管部门的约束，在境内属于彻头彻尾的非法经营。散户们以为自己每天在手机里看到的是真金白银的账户余额，但只要平台哪天卷钱跑路了，由于缺乏国内法理保护，投资者在境外维权无门，最终只能自吞苦果。这些无牌平台还极度缺乏合规意识，为了赚取高额佣金，甚至不顾适当性管理，纵容大量对金融衍生品一无所知的普通散户，在里面加1000倍的杠杆去疯狂打新，炒作期货期权。这已经不是在提供投资渠道，而是在精准的围猎那些连基本开户门槛都搞不懂的金融散户。而这些跨境券商扰乱了港股与 A 股之间的正常定价秩序。本来国家允许优质企业去香港上市，是希望香港能发挥内资与外资之间的桥梁作用，让核心优质资产在自由市场里拿到合理的定价。可结果呢？这批无牌分销商利用极其暴利的1000倍杠杆制度，在港股1级市场疯狂把一些硬科技和人工智能概念股的开盘价炒高5成甚至翻倍，随后通过移动互联网的大 V 和情绪传导，这种狂热会被迅速映射到 A 股的母公司或者相关概念股上。操盘的资金在两边情绪的掩护下，通过各种手段在高位悄悄套现离场，而留下买单的全是在大山坡上接盘的内地散户。这种用港股定价权反向操纵内盘情绪的把戏，不仅把港股砸出了无数个暴涨暴跌的血坑，更极大地破坏了中国资产在外资眼里的健康形象。监管层怎么可能容忍一个无牌的灰色地带变成内外联合做局，源源不断抽干内地股民口袋里的抽水机？现在这场非法跨境炒股的灰色时代已经正式的宣告终结。根据证监会等官方媒体公布的权威政策，监管层虽然手段极硬，但在具体执行上给出了2年的集中整治过渡期，这体现了极高的治理智慧。在这2年内，已经在这些平台开户的存量境内投资者不用过度恐慌，你们的资产依然是安全的。但规则已经彻底改了，账户操作实行只许卖出不许买入，只许转出资金不许充钱入金的单向熔断机制。换句话说，国家给了你2年的时间，让你把手里的美股、港股有条不紊的卖掉，然后把真金白银安全的撤回境内。2年期限一到，这些境外机构在境内的交易网站、手机软件以及所有的配套技术服务将全部被强制全面关停。面对这几家跨境券商留下的数千亿庞大市场，谁会成为最终的接盘侠？那些习惯了粗放扩张、靠违规内卷和灰色通道生存的旧模式已经加速出清，取而代之的是合法合规的正规军。正如多部门联合通告里明确强调的那样，国家从来没有关闭大家投资海外核心优质资产的大门，而是要把所有的资金引导到港股通、跨境理财以及正规的 QDII 基金这些阳光化的正规路径上来。至于很多人担心的中概股和港股会不会因为富途、老虎被查而崩盘，大可不必焦虑。根据去年的客观行业数据统计，这3家被查的外资跨境券商，其境内的日交易量加起来，实际上仅占到了整个港股市场总交易量的4%左右。如果把它们和真正决定市场风向的南向资金相比，体量更是差了近10倍。它们根本算不上是中国优质资产的定价主力。拔掉这根行业的烂草，短期内由于情绪的冲击，可能会让美股和港股的夜盘产生一些微幅的震荡。但从长期来看，这无异于清理了寄生在中国资产供应链上的灰色毒瘤，反而会极大的促进港股和 A 股市场的良性循环与健康发展。一个时代的结束从来不是敲锣打鼓的，而是在不知不觉
决中，旧的灰色规则被悄悄地抹去。这次8部门雷霆收网，再次释放了宏观的治理从猛冲猛打走向精打细算的清晰定调，无牌经营绕开监管的灰色通道，未来一个都不会留。不要去埋怨监管切断了你盲目跟风、高位接盘的幻觉。在当前全球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的至暗时刻，这种全链条的全面封堵，恰恰是在用制度的确定性，为那些连开户常识都没有的普通股民，建起了一道防范资产血本无归的无形护城河。